团要下市了，哇哦，真的富不过三代吗？财富如何循环？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时代的眼泪。最近的新消息是啊，这个恒大集团要从港股当中啊直接再见，被扫入了历史的灰烬当中了，不由得啊，让我们好好来聊聊啊。其实这个产业就是不断的循环，还有句话说富不过三代。当然呢，富不过三代是在形容说一个家族的传承，但是呢，这句话啊用在产业的一个兴衰当中啊，也是很有道理的哦。一个产业呢，它不可能好个10年8年好厉害，好个20年30年好厉害。你说你要这个产业好个这个100年300年，哇，好困难，好困难。特别呢是现在的社会当中，产业的一个这个兴衰更替更快。我们来看从美股的一个市值排行榜当中，你就看得出来，前10大市值排行榜那个组成啊，每个年代很不一样。中国不是总是谈到经济计划就有一个5年计划吗？对吧？13-5、14-5等等啊。但您看，在美国其实虽然他们没有5年计划，但也差不多5年，好像就有一个经济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迭代哦。像是在1985年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时候的市值第一名是 IBM， 然后呢，过了5年之后呢，你看就换了不一样的公司哦，就换了另外的像是这个苹果公司，然后呢，再5年，你看看最近的就变成了辉达，变成了微软，所以你看到那个前10大市值排行榜，就看到5年，你好像真的可以去分析出不同产业在5年之后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更新改变。好，那这个现象放在中国的产业当中也非常有道理。我们来看中国啊，这一路经济的腾飞哦。2005年那个时候，你看到中国是从房地产开始的，华人就是喜欢买地买房，有土斯有财。房地产呢，哇，这个牵动了整个国家经济开始往上带之后呢，你就看到了，流量时代来了，变成了大数据，变成了你看像淘宝那样的一个网站，像电商，像大数据这种科技巨擘，哇，棒呆了。然后再往下看，你看到2011年的时候，你看到了中国的太阳能、电服相关的一些事业呢，哇，也是蓬勃发展。然后再一直到最近，你看到的是电动车。所以你看到了，在中国你也看到一个时代的演进哦。那当然呢，你说哎呀，那个产业可能对我来讲不是那么样清楚。讲一个最简单的，我们来看首富是谁，最有钱的人是谁，赚最多钱，他那个产业肯定最棒。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不同年代的首富，也的确都直接你把它印证到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迭代当中，是非常有道理的哦。我们来看最早的这个中国的一些首富啊，你看看这个马云，他是不是就跟上了那个流量年代？然后你看后来的看到了这个王健林，看到了许家印，那个都是房地产大亨。然后呢，你就看到这些人一个一个凋零了，你就知道房地产不行了。你再往下看首富是谁？后来你就看到了这个首富是钟闪闪，会说卖水的农夫山泉有点甜，卖个矿泉水这也能卖成首富啊，好厉害哦！因为他抓到了一个重点。喝水是刚需啊，人体的组成70%是水啊，对吧？你再怎么样经济萧条，我得喝水啊。所以呢，你看他抓到了一个重点了。那但是呢，进来你就看到了现在的首富是谁？现在的首富叫做张一鸣。TikTok、抖音、字节跳动，那你就看到了这一代是不太一样的哦。那当然，这些首富呢，其实你也可以大致把他们分类哦。比如说最早，你看到王健林他们的这个许家印他们这些首富是怎么办到的？房地产嘛这个叫做吃政策红利。一开始，中国在整个经济在腾飞的时候啊，这个房地产不断，大家都在炒房，然后在炒土地等等的哦。好，那这样的一个风气底下呢，当然是因为当年的一个政策支撑了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个时候的一个政策是什么呢？那个时候的政策呢，当然就是土地财政啊，这个是大家非常热衷。然后呢，这个宽松的信贷，所以呢，导致了这些王健林们。好，他们可以去用非常高的杠杆去敲动他们整个地产的一个帝国。但是呢，你吃政策饭的，你就难保有一天政策转弯的时候，你吃不了政策饭，
就吃牢饭了。好，我们看到他们呢，敲动了他的地产帝国之后，他们都是用非常高的一个杠杆。然后当突然间3道红线一画下，突然间有一天，北京当局告诉你说房住不炒，不准炒房，然后大家开始认为房市这样不断的一直炒泡沫非常危险的时候，他们马上那个杠杆就断掉了。断掉之后呢，马上爆发的就是烂尾楼，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负债，非常大的违约。所以你就看到了，像是王健林，像是许家印，都是在这一波当中，当政府呢要开始控管这个炒房的歪风的时候呢，他们就通通都倒下了。然后你看到了马云的阿里巴巴帝国，当年的马云走路有风，也是呼风唤雨的。但是呢，你后来看到了，当这个政府意识到数据其实是国安的时候，数据它的一个这个机密必须要被保护的时候，然后开始要抓这种平台太大了，是一个巨兽的，可能会动摇到国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政府开始说我要平台反垄断了，我要开始监管这样的一个数据科技巨头了。你看到马云马上就销声匿迹，马上就低调下来，马上就安静了。然后呢，反倒是你看到像是这个后来你又看到了这个中美科技战，然后导致的一些这个让这些行业呢开始出现一些危机的时候，你就发现大家的目光就转向那个民生了。于是你就看到农夫山泉就窜起了，你就看到了原来这个民生传统产业就是大家每天必备的，再怎么样的得要喝水的，它就变成首富了。然后再来你就发现了整个气氛的扭转。当美国不断的以举国之力在这个打压中国的时候呢，中国人开始我得要自己有一些硬底子，我得要有底气。不然的话呢，我什么都技术得要靠美国的话，得要靠西方国家的话，那是活不下来的。所以你就看到那些产业的变化，慢慢开始转了。包括像雷军，他花了300亿，然后呢，他现在打造的小米汽车，他70%可以自制。好，那个是他用钱砸出来的底气。然后你再看到了像是 TikTok、像抖音，之所以可以这个席卷全世界，也是因为它的演算法太棒了。所以呢，他就是用这种努力起来的，他用科技打造的护城河，用自己的非常扎实的一个技术水准撑住了他们的帝国。现在你看到了现在的首富跟现在依旧可以在全世界的一个范围当中，中国的一个企业还能够首屈一指的，都是用科技帮自己说话的，它的名片就是它科技底气的，这样的企业呢才站下来，才撑住了。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的就张一鸣可以是首富，字节跳动，现在呢又引来了这个美国政府的打压，你就知道美国政府打压谁，你就知道中国哪里做得好，对吧？因为你做得很破烂的话，谁理你啊？你就随便做随便做，你就是做到太厉害威胁他了，他才开始打压你。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个美国要打压谁，你就知道谁厉害了嘛。那于是呢，你就看到了整个世界，我们正站在这个历史的转弯处。我们已经脱离了，应该说中国经济脱离了过去那个在风口上猪也会飞的年代，现在变成我要用底气，我要用科技底蕴说话了。所以你看到了这个过去的恒大已经确定了要在8月25号从香港港股下市，你就可以说那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一个落幕了。过去吃政策红利，用这种高杠杆，然后玩这种一本万利这样的一个资本游戏，现在已经走入历史了。未来的要在全世界上立足的中国企业，你可能得要有一点底气，你要有一点实力，你再不能用这样的一个高杠杆的一个方式去做那种非常风险的事情。好，那我们再来看马云。马云呢，近来也有一个消息是他在前一阵子，他的蚂蚁集团，让马云呢他解除了马云他实际操盘人实际控制权，解除了他的实际控制权，所有的流程已经搞定了。好，那这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就是呢，过去中国认为这个你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你看全中国多少人在用支付宝，10亿人，但是呢，他所有的实际操盘人是那个人，叫马云，也就是呢，中国这10亿人在用的支付宝姓马。这些都是钱，所以呢，当中国意识到政府怎么可以把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的支付的一个这个国民都在用的支付系统，它姓马，它怎么不姓党，它不姓国家？所以呢，这件事情让他们觉得非常危险，所以他要开始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平台被垄断的问题。所以呢，你就看到了现在解除了马云他的一个这个控制权，未来的一个这个蚂蚁集团，它会回归到市场机制，回
归到真正的一个这个市场需要什么，一个正常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运作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没有什么实际的一个控制人了。未来就是看看这个还给市场，还给制度所以呢，你看到了这一桩桩一件件，叫什么？叫中国呢？已经从一个感觉很贫穷，然后变暴发户。其实很多国家的经济都是这样子，一开始非常贫穷，然后开始突然间有人暴富，然后各行各业都有人暴富之后呢，慢慢撑起来，整个经济实力就开始一起慢慢往上，所以呢就变成哇，很多人很有钱，然后慢慢把大家都带起来。你也蛮小康，你也很有钱，你也可以过得很好。那普遍的均富了之后呢，这个社会会有另外一个层次不一样。好，那现在中国呢，感觉就在那个转股的过程我们讲到了最早的是那种土财主暴发户就是盖房子赚钱，然后呢开始进到了现在呢你要有脑子，你要用科技，你要用技术实力来说话，已经到另外一个层次但是呢，你说这些我们刚刚提到了，你做得很棒，就会被盯上。我们来看农夫山泉，你说我卖个水也怎么了？不行卖个水，他到美国去买地也被人家说你买那个地什么意思？他离我们那个旁边的军营很近。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军营所以农夫山泉要买地现在也被搁置，没办法，因为呢他们这个美国就说你要买那个地方，你肯定有什么样的意图，不然你这么多地不买，你就买这里。好，那怎么行？好，那农夫山泉呢就因此购地计划被搁置。然后你看到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字节跳动这个 TikTok 呢也因为太红，太多人喜欢用了，抖音到海外。国际版叫 TikTok 呢，美国说你这个里头暗藏什么样的一个后门然后你要偷这个美国人的资料等等所以这个我不让你用，不然的话我把你关掉等等那现在呢，这个 TikTok 怎么做？字节跳动呢，它要让TikTok 独立出一个叫 M2。好 ，M2 呢这样的一个 App， 那它就是专门 for 美国的。美国以后的你的用户呢，你就下载这个 M2 吧。那美国以外的这个用户是不能够下载的，你就专属美国人使用。因为美国你就担心说我演算法怎么样把你偷资料嘛，对吧？那你就通通自己好了，你就通通独立，演算法也独立，大数据也独立，资料储存地方通通独立，你们就自己独立出一个美国人，你们自己玩。不要跟我们玩，你们自己玩。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预计呢9月份就要正式的一个上市了。那当然呢，这个字节跳动这个字节系下面的一个这个非常厉害抖音呢，我们看到抖音大约有10亿人在用 ，TikTok 呢大约有20亿人在用。那字节跳动这个字节系下面呢还有剪映，很多人喜欢用的剪接软体，剪映也是。然后呢，像是这个CapCut 也是所以呢这些加起来大概又有这个8亿用户，所以呢，整个字节系它的一个这个活跃用户当中将近40亿人，它的一个整个量体它现在没有上市它的量体其实已经比 Meta 大，它的一个这个赚来的钱不得了我们来看它的一个这个2024年它的一个这个获利1550亿美元。好，那2025年呢，目前预估是1860亿美元。这数字反正都是天文数字啦，反正都我们一辈子赚不到。但它的意思是，它比 Meta 更会赚钱。这家公司没有上市，这家公司是中国公司，它比 Meta 更会赚钱。好，于是你就说，哎呀，难怪它会被盯上，对吧？好，那当然呢，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在投资的路上，其实你要跟上这个时代，跟上潮流。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的产业，它会有兴衰，很多的产业呢，它都不断在演进。有一些产业呢，它遇到一个瓶颈，它过不去，但另外一个产业会兴起的。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看到了，中国呢，现在正面临到一个经济转股的一个年代。那当然，全世界也是。那现在呢，看到了这个地缘政治导致的全世界的经济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风貌的一个转变我们当然都要看清楚，看清楚之后呢，才能够决定你到时候的投资应该要往哪个方向，才能够赚到最多的获利。好，这是今天呢，从这个恒大下市然后这个蚂蚁金服呢又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上层的一个这个控制权的转换呢，跟大家聊的，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呢，对以后的投资的一个方向呢，可以有一点点的想法了。好，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回见，拜拜。